6周选举落幕，团结阵营和国盟一如所料维持3-3战绩。这个局面看似平手，但仔细放大来看，国盟在6州属共245个议席当中攻下146席，比西蒙国阵的99席还多，分别在雪兰莪、槟城和森美兰抢走团结政府13、6和5个席位。虽然得票率是微差0.2%，但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事实证明绿潮已经进一步扩大。国盟这个年轻的联盟已经成为安华政府实现昌明愿景的最大危机。欢迎登录小乔自修室，用白话文说新闻，一起增广见闻。如果你喜欢这集内容，请记得订阅小乔，并点赞和分享影片，给单独创作的我更多动力制作好内容。马上进入正题。Brigada Nasional 国民联盟，简称国盟，在2020年我国爆发政治危机的时期诞生。喜来登政变，马哈迪辞职，西蒙政府一夜之间崩盘，马来西亚进入无政府状态，10名公正党便捷议员和104名土团党、国阵、一党和 GPS 的国会议员组成国民联盟，向国家元首表示支持土团党主席慕尤丁成为第8任首相。3月1号，慕尤丁宣誓就任。3月10号，国盟政府正式出炉。执政5个月后，国盟才在8月7号正式向社团注册局注册。目前，国盟的成员党有土团党、一党、沙巴进步党和民政党。做完了，我们马上来回顾国盟的崛起之路。国盟政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民选政府，因此一直被政敌批评为后门政府，民间也陆续出现 Not My PM 的呼声。但慕尤丁一上任就接下新冠疫情这个烫手山芋，为了控制疫情，他在3月16号宣布全国在2天后进入紧急状态，除了封锁国门、限制行动，也冻结国会，禁止举行任何选举，硬生生的把蠢蠢欲动的西蒙压了下来。这一关就是好几个月，还记得全家人在家里蹲在电视机前留守首相直播的日子吗？还记得14天又14天各种混乱的 MCO、CMCO、RMCO 的防疫 SOP 吗？疫情重挫国内经济，失业率飙升，慕尤丁因此大手笔发放各种援助金，允许中小企业暂缓还贷，以及开放国人提领公积金渡过难关。2021年6月，慕尤丁推出国家复苏计划，全国正式进入摆脱疫情的退场模式，但武统却在1个月后突然宣布撤回对慕尤丁的支持，谴责他无法有效应对疫情、复苏经济、让人民深陷水火等等。加上国家元首公开谴责慕尤丁没有得到陛下的御准就撤销紧急状态令，慕尤丁最终承认失去多数议员支持，宣布辞职。但这个时候，距离第15届全国大选只有不到2年，维持政局稳定和复苏经济是首要任务。国盟和国阵商量后，同意推举亲国盟的巫统副主席伊斯麦沙比里成为我国第9任首相，国盟得以维持执政党身份，慕尤丁则担任国家复苏理事会主席。这期间还发生了2个重大事件，那就是2021年11月的马六甲州选和2022年3月的柔佛州选。作为当时中央政府主要政党的国阵，连续在这2场州选中以狂风扫落叶姿态狂胜。反观国盟则收获大惨败，只赢下小猫2-3席。随着第15届全国大选在巫统主席阿莫扎西的逼宫下登场，沙比里时代也在去年11月19号正式落幕。这场大选上演多角战，但最主要的2位选手还是西蒙和国阵，国盟则以第3势力身份竞选。接下来发生的事，相信大家也知道，国盟这匹被低估的黑马，在大选中横扫73席，把北马州属瞬间染绿，其中一党拿下44席，摇身一变成为国会最大党。这股强大势力被称为绿潮。
选票三分天下，没有任何阵营拿到过半议席执政，形成选制议会。经过5天的博弈，拿下82席的西盟、30席的国阵、GPS、GRS 和民兴党组成团结政府。成绩亮眼的国盟无奈只能下野担任反对党。团结政府上任后，西盟议员开始指控慕尤丁在任内挪用6000亿令吉公款，反贪会也开始调查慕尤丁涉及的 Jana Wibawa 选择性招标计划贪污滥权案和他女婿涉及的国家综合移民系统案。慕尤丁更在今年3月被提控4项贪污罪和3项洗黑钱罪。土团党的2个银行户口也在1个月后被反贪会查封，充公全数资金。国盟坦言，银行户口被封导致他们的竞选资金不足，尽管困难重重，国盟依然在6州选举收获不俗成绩。但是这个成立仅3年的政党，到底是怎样一步步削弱西盟，取代国阵，成为如今马来选民的首选呢？第一就是惠民措施加亲民形象。国盟政府在疫情期间推出各种经济振兴配套和暂缓还贷措施，虽然安华政府上台后也有继续的派发援助金，但却拼了命的阻止国人再次提领公积金。在物价高涨的时代，安华的强硬态度让不少人开始怀念起慕尤丁的大方，不少人连自己下个月够不够钱吃饭都不知道了，怎么还会有心思计划退休生活呢？除了财务援助，慕尤丁在任内也努力塑造和蔼可亲、温文儒雅和中庸的阿巴亲民形象。不少马来媒体还以Tok阿巴来称呼慕尤丁，而且疫情期间，他经常透过电视直播跟人民见面，有时候还在结尾穿插感性的温情喊话，那种熟悉感像极了你家隔壁的昂哥。还有就是国盟一直以来坚持反贪，坚决不跟涉贪者合作的清廉形象，在上一届大选宁愿下野也不愿意跟西盟合作，更是完全顾及到马来支持者的感受。第二，国阵的堕落 ，AKA 巫统党内派系斗争。自从国阵在2018年输掉大选后，巫统党内就4分5裂。在慕尤丁时代，演变成以主席阿莫扎西和前主席纳吉为首的法庭帮，伊斯麦沙比里、西山穆丁和凯里等部长级人物的官职派，以及东姑拉沙里和动曼等元老级领袖。当年法庭帮不断施压慕尤丁政府尽快举行大选，政治学者认为他们的目的是要让巫统重新洗牌，找机会摆平自己的官司，稳住在党内的地位。官职派虽身为巫统人，立场却更倾向慕尤丁，而且他们在党内没有重要职位，即使沙比里身为副主席，也需要听命于主席，缺乏实质的话语权。而元老级领袖因为在党内具有影响力，虽然没有直接插手党务，却依然手握跟任何人谈合作的筹码。巫统的内部问题人尽皆知，加上长期被贪污丑闻阴影笼罩，诚信在马来社群瞬间大打折扣。这时候国盟出现了，还碰巧主打清廉和捍卫马来人福祉，选民自然而然弃暗投明啦。第三，选队友温蒂18和 TikTok。自从政府在2021年12月颁布宪报后，温蒂18岁投票和自动登记选民制度就正式上路。根据选委会的数据，去年的全国大选，全国新增580万名新选民，其中18到20岁的青年有120万人。这批 Z 时代青年就是国盟崛起的最佳跳板，而最好的助选员就是 TikTok 啦。打开 TikTok 搜索国盟，除了看到国盟竞选团队和支持者的拉票视频，还看到穿着国盟党服的网红美女对着镜头跳舞。即使没有特地去搜索，年轻人每天机不离手刷短视频，一定会看到1到2个类似的内容。
国门看准时下年轻人，特别是无意社群的趋势和喜好，利用能在短时间创造巨大成效的网络策略，成为这场资讯战的佼佼者。虽然 TikTok 已经在大选后的1个星期内自动删除超过1000条涉及挑衅和极端主义内容的短视频，但通讯部长法米表示，政府并不会禁止国人使用 TikTok， 而是交由平台管理层自行过筛敏感内容。这次的6州选举，我们看到西蒙候选人也开始转攻 TikTok， 但似乎无法再复制国盟的爆炸性效果。第4，西国合作。西蒙和国阵在第15届全国大选后携手合作，虽然很惊讶，但为了让安华做首相，华社一般都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很多马来人却是到现在都无法接受国阵跟行动党结盟，有人甚至表示会在6州选举把选票投给国盟，特别是在雪州。这一点我这次就不细说了，详情可以去看我这一集的影片。国家经济方面，虽然说8个月是真的很短啦，但团结政府上任以来却没能有效地降低国人的生活成本。安华口中所说的外资，例如亚马逊和特斯拉，也被国盟的阿兹敏炮轰，是前朝政府的功劳。 Amazon Web Services. I went all the way to the headquarters. Saya duduk dengan the top management. I mean, boleh check saya punya posting. It was posted last year. Bukan selepas Madani. 第5，无止境的极端言论。国盟这个在野党不断被执政党议员炮轰，论证能力差，经常缺席国会辩论，也没有做到监督制衡政府的角色。其实国盟领袖也不是完全没有在做事，只是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发表极端言论和炒作种族宗教课题罢了。例如伊党主席哈迪阿旺说，安华是以色列特工，非穆斯林是我国贪腐的根源，以及非穆斯林掌控我国等等。吉打州务大臣沙努西的槟城属于吉打论，伊党议员的护士服装太紧身，质疑公民权发放和华人新村地位的合法性等等。这些发言在非巫裔看来很极端也很荒谬，但伊党也不是笨蛋，难道他们的喜好是吃饱乱讲话被人骂吗？肯定不是啦。虽然我不曾亲耳听到有马来朋友说听到这些言论会感到很开心，但我相信一切都是基于 supply and demand， 有市场才会有供应。正如马哈迪经常在脸书发表种族言论，你们也可以去看看，顺便也可以刷一下 comment， 就会看到依然有很多支持他的马来网友。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国盟领袖的法庭案。国盟下野后，接二连三有领袖被反贪会和警方调查和提控，而且每一个人出事的时间点都非常耐人寻味。例如穆鲁丁和土团党宣传主任旺塞夫就在团结政府上任后的3个月被控贪污，沙努西则是在6州选举前夕因为涉嫌侮辱王室被控2项煽动罪。不管他们有没有做过，这些敏感的时间点已经让国盟领袖捡到枪，一口咬定这是安华政府对反对党的政治迫害，反而可能壮大了国盟的支持率。过去3年，我国政局动荡，不止政党间针锋相对，就连同党盟友也开始搞内讧。选民厌倦了各种政治drama，曾经期盼实现国家改革的选民，现在只想求稳求安定，于是反过来支持保守的右翼政党。国盟能在短短的3年内迅速崛起，也称得上是时势造英雄。先不谈国盟是否有能力执政，提出过哪些有建设性的政纲，又或者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反对党，因为这些似乎都不比国盟领袖口中各种3R 敏感论述来得有票房。与其说国盟分裂马来西亚，我们可能也可以反向思考，马来西亚人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真正团结过呢？才会让极端分子有机可乘。又或者我们都在期盼其他族群的朋友有一天也可以配合自己，一起拼凑各自想象中的团结图像。